近几十年来，的确呢所看到的灾难频传尤其是气候越来越异常，灾难也是很极端的强烈，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呢要觉醒的时刻了，因为这种的众生共业共灾难受这样的因缘果报真的很可怕。所以我们要启发人心了积善造福，增长智慧，这就是唯一消弭灾难的方法。21世纪虽然看似是一个新时代，但人们不再如同古时候那样单纯朴质，反而在物质生活便利的情况下，变得贪嗔痴欲望横流。过度的消费与污染，为整个地球带来暖化与垃圾问题，造成了气候变异及物种灭绝的浩劫。值此时空人士的因缘际会之下，慈济因应而创新的脚步愈走愈快，援手也愈深愈广。慈济对于困顿苦难者的扶助，一直以来都秉持着重点、直接、尊重、务实等原则，务求及时而心怀感恩地帮到需要的人。1966年第一位济贫个案，从送餐、送医、打扫到关怀，面面俱到，成为后来慈善访贫的经验依据。第二位个案是医疗补助，但后来夫妻吵架而自杀，让上人在痛心之下确立长期复查制度。1967年，一位住在西边茅草屋的眼盲孤老李阿抛，受到慈济人关怀，筹款6000元为他建造砖房，动工前由上人亲自破土，这就是第一所慈济屋。在急难救助方面，第一次是慈济成立3年多，于1969年9月台东大南村大火的赈济。虽然这是首次急难救助行动，已奠立了直接、尊重、务实等赈灾原则。1973年10月的那拉台风，灾区幅员广大，慈济首度面临如此大型的赈灾规模，上人亲领弟子筹备物资，造册发放，后续更进行复查，而规划中期、长期的济助。早期这些经历虽然走得艰辛，但日后海内外的赈灾模式却因此而点滴建立起来。老实说呢，人人受苦难，你不去帮助他，也没有人会指责你。但是呢，我们要不忍众生受苦难，打从内心的那一份的诚恳的心，自动自化，这一份的诚意要感动了左右邻舍。那不管是前面的你，后面的我，或者是左右的你，那跟后面的他，前后你我他，我们呢都要人人呢有这一份的诚恳的诚意，合起来了，我们才是真正的那一份大爱无私的本。真正的大爱呢，人人视为呢都是我的亲人，这样才是真的大爱同情
一方有灾，十方关怀，大家投入帮助，我们一定要做到这样啊。慈济的赈灾发放模式一直以来都包含救济金、慰问信、大米、日用品、衣裤、棉被或毛毯等，以帮助当地人因应最急需的生活之用。这些赈灾物资的选购也会针对各地民情不同来做调整。例如伊朗或是巴基斯坦地震后，慈济提供的食品口味就尽量调整到接近伊斯兰教徒的习惯。巴基斯坦当地民众惯用石块以山搭建房子，独缺的屋顶就由慈济发放芯片。2005年秋，美国卡崔娜飓风重创纽奥良时，慈济人赶往关怀灾民，除了提供环保毛毯、发电机以外，其他的民生物资则改为发出现值卡，让灾民可以自行购买。到底伊需要什么物件？是爱食的，或者是爱穿的吼？等等，咱唔知，所以呢，咱就给伊一张单，伊会当呢去迄个购物中心啦，随在伊去拣爱什么物件。我们本来就是要给他们物资兑换卡，迄个物件，迄都爱伫固定的、指定的迄个，所以也不是很方便。后来呢，就给他们现金的机票，嘛又是个感觉讲，迄都要过去银行领钱啊吼，又嘛是赶快无讲真方便啦。所以我们发卡给他们，就自用发卡的吼。这个刷卡呢，就是多一间店拢会当刷嘛吼，只要美国的店拢有加入迄种会当刷卡，会当买物件。但是呢，咱都有甲伊注明迄个卡呢，就注明讲酒袂用来买，烟也袂用来买，毒品也袂用来买，枪支也不能买吼，有四种拢袂用来买吼。有的地方灾难重大，人们家园普遍遭到破坏，慈济人就与当地政府合作，择地建造大爱村，让灾民能够早日恢复安居乐业的生活。但也有些原本居住在山上而受灾的人们，就地重建无法彻底摆脱受灾的风险，上人于是主张迁村，在安全的平地上建造大爱村。例如为甘肃居民迁村，台湾莫拉克风灾后建造的山林大爱园区即是其例。我是咧想讲，甘肃呢，较输啦，伊迄山顶吼，若会当互遐个人拢来迁居吼，山顶阁卖有人住，互伊吼这个山体啦，再让他呢。安尼休息一下哈，恢复大自然的哈，让他若无吼，伊愈无水啦，伊愈要甲开啦吼，因为做无食嘛吼，所以呢，安尼人嘛生活袂落去，山呢嘛一直被破坏嘛吼，所以我是一直感觉讲吼，咱的甘肃规划，看会当吼较挖山骹接近黄河旁边吼。来找土地吼，那甲因迁村吼，那安尼呢，山的大地能让它恢复了大自然的生态，人呢有个安全的地方吼，安身安心安生活，安尼呢，伊嘛唔免讲吼，那这边呢，从山顶落来呢，都是几啊年袂当转去。有的呢1年多，有的几年都不能回去哈，因为太远了。咱若该抓下落来咧哈，囡仔就学也简单，要就业做工都简单嘛哈。这个方式可以吧？可以哦。2009莫拉克风灾后，
上人呼吁山地部落居民迁村到平地，让山林休养生息，因此与政府几经商议，将大爱村的建地设在高雄山林区。多数部落民众经过沟通后，也都同意迁居。其中有一户，伊讲伊一家9个人，伊讲即摆外口伫咧落雨啦，阮真安心、真安全伫咧内底里生活。倒是呢，伊烦恼讲因的乡亲啊，抑搁伫山顶的人，是毋是平安无？我伫大爱台呢，看到因安尼安然自在、平安过日子，真正我的心甲伊的心同款，都会去想着讲，山顶遐的人是毋是会平安呢？也是虔诚的祈祷。但愿他们在山上再也不要遭遇到了灾难为他们祈祷。但是再怎么样呢，还是伫升机嘛去救啦，安怎样呢？嘛是路不方便，桥长路长同样进出也是不方便。迄当初要起这个厝呢，有安尼的心愿，期待山顶再也不要再伤害了。但是呢，有人住的所在，有人要生活，一定会去伤害土地。已经呢，大地之母整个山体啦，都已经遍体鳞伤啊！这个时阵，上重要就爱回长期养息呀。现在的土地，尤其是大山，应该呢爱回真长久的时间，重新来再养息。所以当阵真期待，拢总搬落来，咱都甘愿承担当灾难范围遍及整个城市和地区，灾民们即使想要清理家园，也苦无着力之处，往往就只能无语问苍天了。面对这样的情况，慈济人开始结合灾民起而行动，采用以工代赈的方式，让大家既能快速恢复市容，又能赚取生活所需，让原本失去一切的灾民重燃希望。以工代赈的赈灾模式，最早是于2004年菲律宾风灾后开始，后来在2009年台湾莫拉克风灾与菲律宾凯沙纳风灾后，广为使用来进行重建工作，并以这2次的经验作为日后慈济在其他国家地区沿用的赈灾模式。这种灾难过后的清扫，真非常的辛苦啊！水退了以后，泥土非常难以清理，满街垃圾，满巷子都塞得满满人人去了就都是很难闻的味道。不过那个时候，台湾真的是无以为报，以善以爱为宝所以整个台湾的每一个地方，从北到中都能投入灾区。几天之内，10几万人投入去帮助清扫。那这样的大动员的
付出已经恢复生活，生机提升了啦。但是菲律宾呢，我们就可以想象，慈济人同样是投入，只是差在呢，他们的人数，慈济人数不多，所以要动员呢，就谈不上了。一下子几天之内，10几万人在受灾地区呢，穷困人家占大多数。这一群穷困人本来都是很脏乱，在这一波呢，一看到了就手软了，不知道要如何从哪里做起。好在有慈济人来带动来，不只是你自己做，大家一起做，大家一起来，大家有做有工资，那就是以工代赈，可以清理自己的家园，同时呢，也可以呢赚一点生活费整片土地呢，一条一条巷道啦，一条一条的清，快快把它打通，投入来打扫的都能吃到啦热便当这都是呢，也都是在救济，也都是安他们的生活，也都是呢在清扫他们自己的家园。那我的邻居也帮助我，我帮助我的邻居。想一想，的确，自己一个人要清理这么大片，当然呢是没有力量但是那付出去爱别人，很自然别人的爱呢也带动起来，也兼爱到了自己。看看人人伸出了他们的双手，那么拿起了铲子一人一铲，那清净家园再加上了慈济人这样的带动呢，互助互爱，那人心就是带动那整片呢很脏很脏的地方那也都变成了干净的地方。以工代赈的模式，在2010年海地大地震时改为以工公粮。只要你一个人有出来做代志，那就是全家都可以温饱因为做啥代志，咱就是请因讲清扫街咯。你若要来领物件，你就爱先落去清扫。一天的中间，不管吃2顿，不管吃3顿，总是呢先互你吃饱。你要转去呢，就带恁家的人的粮食回家这叫做以工共粮。那这是这一段时间我们在海地所做的方式。当泰国在2011年遭遇严重水灾的时候，上人也指示慈济人以台湾和菲律宾的经验来帮助泰国政府快速复原。灾难那么的大他们也是六神无主怎么办呢？我们的慈济人在那里我天天都要跟他们自训呢，我要教他们怎么做我就说了，台湾的88水灾莫纳克台风，我们从基隆、台北新竹一路下去8天了，15万多人动员高雄屏东在地人他们就说北部的都来了，我们的南部能不动吗？所以都动员起来很快经济复苏把这样的台湾互动的情形就拿到泰国
去跟他分享。同时呢，我也要菲律宾的慈济的执行长，我也要他呢到泰国去跟商业界的人士分享。因为菲律宾卡萨那风灾菲律宾的又是淹大水，又是发生大火水深火热啊。那个时候呢，整个马利几纳市的都是在水中，要怎么做啊？换我天天跟菲律宾呢视讯，每一个早上都说你今天要多少人出去，要如何以工代赈结果呢？第一天几十人第二天几百人到最后呢将近10000人。因为灾难那么大，我们要救济，倒不如呢请他们自己来打扫他自己的家园，我们才帮助他，叫做以工代赈。这10000多人呢，几天内就把整个城市呢都很干净的打扫出来了。那这样的经验我就要我们的执行长去泰国去开那个工商会所以从这样开始呢，这个总理他就开始宣布呢，政府以工代赈，唔免咱去出钱，咱敢若用咱的经验会。所以讲起来，咱台湾做起点，咱会当做典范去甲因分享咱有爱呢，会当及时付出。所以因伫菲律宾，在穷人以工代赈以后呢，因呢，咱慈济人不放弃他，他们也不离开慈济人，所以这10000多人呢，都已经呢戒烟、戒酒、戒赌博还戒赌而且呢，这10000多人呢，咱搁再改职业训练训练因呢勤奋、节俭、勤快所以即晚迄个所在的人拢改变了啦。这就是一个真成功的个案，真正是真感恩。泰国也是安尼这都是所有的慈济人共同的爱得以洒向全球所以我们要平安平安不断付出这就是福啦。有福呢，就会当消弭灾难